没有错。可是我们来看看南海风云再起嘛，美国、澳洲、日本在这个地方要军演，可是南海有一个国家菲律宾，它是不是有一点点为难呢？半点不由人呐，它现在暂时不参加演习。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区域地方的一些情势哦，包括你看到美日澳计划本周这个礼拜在菲律宾以西的南海这个地方举行海军的联合演习，美国部署2栖攻击舰美利坚号，而日本是派出直升机护卫舰出云号，包括澳洲是出动2栖攻击舰坎培拉号，在这个地方要联合军演呢。可是菲律宾说，我因为军方后勤的限制所以这一次的演习我就不参加了。外界就在问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考虑到跟中国的关系呢？尽管最近呢，因为在南海仁爱礁的争议，两国有一些局语可是是不是有可能它也要维系跟中国的关系呢？另外核废水，日本核废水的事情呢，国际上也有很多的讨论。我们看到俄罗斯还有中国曾经要求你日本把你的核污染水变成水蒸气排掉可是日本拒绝，他坚持要排入海里这个是日本共同社的报道，他说中国跟俄罗斯7月曾经有做过这样的要求，可是呢日本政府的相关人士说这个建议我们不采纳所以近期就会决定要把核废水排进海里头了。岸田文雄他说明天822会举行相关的幕僚会议以8月下旬为主的排放启动时间，所以看起来是势在必行了。不过呢现在有一项民调出来了，有近90%的受访者认为日本这一项排核废水的行动有对国家的形象有所损失因为各国其实一般民众会觉得这样不好，那另外呢，美国跟南韩也有军演，您看到的是他们是这个例行的叫做已知自由护盾演习，今天登场了。我们看到的是包括他们这个平战转换是这一次的演习重点，而解放军也迅速做出回应，他说这个是解放军的东部战区，他发布讯息说，即日起到8月27号，将在渤海海峡、黄海北部的海域也要执行军事任务，感觉也有这个矛头互相对准这样子的较劲的意味。而另外呢，韩联社的报道是，美国、南韩的太空军会参与军演，军方也有高几率将派出 B-1B 的战略轰炸机，而您看到的美军 AH-641 直升机也在南韩平泽市的基地要待命准备参演这个阵仗都摆出来了。针对美韩的军演，北韩当然知道，他也在看您看到这个金正恩就登舰视察他在这里，然后呢，他看着北韩飞弹试射他也要较劲他不可能缺席。而另外我们看到美日韩的峰会，上一周在美国的大卫营举行的全世界也都在注目，那它后续的效应会是什么呢？这样子的一个美日韩三方的结合会是永久下去、长长久久的吗？我们先来看看尹锡悦他毛遂自荐他跟拜登总统说，哎呀，就这样子吧，下一届由我韩国来举办你们可以来韩国这边做客那另外呢，尹锡悦还讲了一些话他说拜登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因为呢，拜登说起爸爸，而且这个因为他爸爸才刚刚过世嘛，所以就是有谈一些家里的事情说他自己的父亲跟我的父亲很相似所以他认为拜登总统真的是一个很温暖的人非常好，棒极了那讲的是一些个人的私交跟一些温暖的话语。而另外这三国真的这么麻吉吗？日经指数不是日经新闻说为什么是这个时间点三国在做这样子的联合峰会、三国峰会呢？那是因为我们台湾还有美国、日本、南韩大选都快来了所以拜登有他的盘算嘛，他想要跟东亚2大巨头会晤第一个是因为选举来了，第二个是年底可能会跟习近平见面所以要向中国传递明确的讯息。拜登又重申他很期待今年秋天在 APEC 跟习近平碰面。另外我们看到国际的局势是这样走，可是
日本、美国、韩国的战略协作开花结果不可避免，是时代的需求吗？这是来自岸田的说法。他说有人用武力想要改变东海跟南海的行为，所以包括朝鲜，也就是北韩的核弹威胁也很严重我们三边要紧密的结合在一起，这个战略的协作今天开花结果，这是顺理成章，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也有一些专家学者有不一样的看法。有人就觉得，美日韩的峰会只是一次外交的高潮，能持续多久，其实很难讲。为什么？虽然日本跟南韩是邻居，可是彼此间从来都不是朋友。大家知道这两国有仇的呀。虽然他们个别跟美国都是老朋友，可是他们内部矛盾很多，两国的矛盾也很大。所以美国智库研究员他就说，岸田跟尹锡悦在国内支持率都很低这两个总统不是高支持度的总统也不是高支持度的领导人。如果南韩下一届总统是极左，日本下一任的首相极右，这样子的一个联盟，这样的高峰会，其实很快就瓦解了，有点看衰的意思啦。来请教亮哥，亮哥你怎么看？韩国变数比较大啦，因为尹锡悦他总统大选只赢了 0.8%， 所以本来在野的势力就比日本要强非常多啦。而且尹锡悦的国会的席次300席，他只有115席所以尹锡悦事实上走在钢索上为什么呢？因为日本跟美国本来路线就非常接近他们的假想敌都是中国嘛，那顶多加个俄罗斯，因为背靠背嘛那当然可以加个北韩北韩他们本来就不喜欢所以广义讲美国的目标战略目标就是说美日韩对抗中俄朝，这个日本是可以接受的，是美国当然也可以接受可是韩国不是韩国你怎么可能去对抗中俄那你未来朝鲜半岛怎么办而且大概是上个礼拜吧，那个俄罗斯那个防长绍伊古都公开讲说我们将跟北韩进行军事合作，而且也发现俄罗斯有一架军机这个降落在平壤的机场，那听说就是要谈军火交易所以而且你从去年的第4季到现在，北韩军备升级之快这简直有点匪夷所思有人在后面支撑，我认为就是俄罗斯我觉得蛮明显的比如说战术型的小核武，目前就传出来说北韩大概可以做4000吨的如果真的让它做出来，这很可怕有人评估它现在大概已经做到70%还有那天那个阅兵的时候，上空中有无人机大家记不记得北韩的无人机，然后长得跟全球鹰几乎一模一样。全球鹰是在伊朗因为伊朗把它打下来是，所以你说这个是谁在协助？所以你说韩国你自己要不要想清楚所以尹锡悦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怎么去看这个地缘政治如果是三方的合作没有问题，可是如果有对抗某个国家，那韩国恐怕跟美日未必一致你如果说是军事合作，或者是说军情共享，是或者领导人热线，这个都没有问题啦。当然，可是演习呢？对，请问你要在哪里演习？你如果要在日本海演习，你敢去吗？在鄂霍次克海演习，你敢去吗？所以我觉得这个 BBC 这个访问就是说，韩国未来一定会卡在这里啦，因为他的在野党一定不是这样想的啦，就是他对他们来讲，跟美国合作就好了，为什么要跟日本合作？是那跟美国合作就很单纯嘛，我就是针对朝鲜半岛，就美韩合作，对啊，针对北韩嘛，而且他去华盛顿发表的那个华盛顿宣言也够啦，是，那为什么要来搞这个呢？是，来请教黄老师。我呼应一下亮哥的说法，因为确实这个尹锡悦政府他的支持度，不是让他那么的舒服，所以他必须要在区域安全，特别是跟美国的外交上，他展现他的一定的这个高度或一定的这个量能，他才可以争取到国内这个持续的支持。如果我们还记得的话，这个日本释放的这个核废水，其实尹锡悦也说过他说这个核废水其实已经经过处理了，那个浓度吸到喝其实没有问题的。就我一些韩国朋友，他们真的很生气。但是这个是
韩国官方的对于核废水的看法。所以我们真的在最近这几十年来，很少看到日本跟韩国他们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不敢讲尽弃前嫌了，但是几乎过去的都不谈了。讲好听一点是说，来，我们都向前看吧。但说实在，就像这个美国的研究员讲的，只要是换了领导人，这领导人想法不一样，日本跟韩国他们的合作，其实我个人观察现在还是非常的脆弱的，随时有可能因为一点问题，特别是换领导人而不敢讲瓦解，但可能回到过去不是那么密切的状态。所以拜登，我觉得有时候当官啊，真的是一个运气。你说拜登的外交手腕有好到可以让日本跟韩国突然一下麻吉成这个样子吗？我觉得当然不是，真的就是因为日本岸田跟韩国的尹锡悦两个都有类似的想法，而且呢，他们也必须靠这样的一个方法来提升他们国内的支持度。所以我觉得这个美日韩这个问题，或许我们现在只看它是一个开端，但它并不是就会往这个方向继续的前进。所以未来还是等到特别韩国选总统或日本的这个首相突然改选的话，变数马上出现。是每一次大选都是一次剧烈的变化哦，尤其在民主国家。来请教彬哥。我觉得这个中俄要求它核污水变水蒸气这个东西，这个基本上第一个啦，这个经费要是现在的10倍以上，而且实际上你变在空气里头，你要侦测那个核污染，恐怕更难。所以我觉得这个在可行性上面是有问题的啦。那所以我觉得日本本来就不太可能会去接受这个东西。那至于说日本民调说有90%受访者认为排放核废水会损害国家形象，可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是，日本有多少人真的反对这件事？其实也没什么人反对，也就是对啊，会损害形象，损害形象就损害形象就算，反正那不干我的事。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日本人大致上就是这样。可是旁边至少中国大陆跟韩国的民众是非常不高兴，对，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已经准备要有一系列的，就是如果你真的要排放废水的话，那他们就要一系列的制裁，那甚至针对日本的这些农产品啊、这些渔产品啊，可能要重新开始限制。那我们台湾大概是周边国家里头最友善，完全不在乎这件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这个美韩他以资军演说共军武赫文攻较劲。其实我们要不要讲？你知道为什么要叫以资军演？为什么？这个以资军演是他们当年高句丽的抗隋将领叫以资文德哦，所以抗隋是谁？隋就是中国啊。对啊。所以你的军演摆明针对中国来了。那你们做这个军演，中国大陆有反应很正常啊。你们的针对性这么强，那他当然针对回来。我觉得这是很正常。但是就好像刚亮哥讲的一样，也就是韩国往这条路上走，到底对他的好处是什么？其实我真的想不太出来。其实像刚亮哥讲，也是我很担心的，也就是北韩大概经历过人类史上核子武器发展最快速的时代，对，这超恐怖的。短短几年之间，大家不要忘记，几年前我们还认为他要把核子武器小型化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他现在几乎全部都办到了。这几年什么潜射弹道导弹啊，这些高科技的东西全部都会做了。那很摆明的有人在供给他武器，那这个人在干什么？后面提供武器的就是要让朝鲜成为你南韩的对手，你应该现在要赶快去想怎么去遏制朝鲜的这个发展，而不是继续在那边跟着美国去抗中抗到后来你自己都守不住。那请问一下，韩国到底在干嘛？讲到中国大陆，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领导人习近平今天出访了，他要飞往南非参加这个金砖国家的会议啊。我们看到了，习近平他是应南非总统的邀请去参加这个金砖国家领导人的第15次峰会。那我们看到中国官员就讲了，如果我们扩大金砖国家占全球 GDP 的比重跟 G7 差不多那我们在世界上集体的声音就会更嘹亮所以您看到重点来了。他们希望把金砖国家跟 G7 作为两个对抗的集团吗？要分庭抗礼吗？我们先来看看所谓的金砖国家好了。现在的金砖国家，它的贸易量占世界的贸易总额是18%将近20%，它的 GDP 是占世界经济的总量1/4，达到25%。土地占世界土地面积26%，人口更高达世界人口总量的42%，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份额啊。这是截至到2021年我们计算出来的一个结果。而根据 IMF 的资料，
到2022年10月，我们看到金砖5国它的 GDP 占全球已经到了31.5%哦，在这里这是一个黄金交叉点时间点。那 G7 我们说的全世界的7大工业国。蓝色这一条，它过去很厉害，可是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GDP 慢慢往下掉哦，所以跟金砖5国有一个黄金交叉点出现在这里哦。这个金砖国家只有30.7，对不起，G7 30.7，金砖国家是31.5，也就是金砖国家的 GDP 已经正式超过了 G7 了哦。所以此消彼长，观众朋友可以看到这个经济板块的挪移，而另外呢，包括印尼啊。也出发了啊，他领导人佐科威也出发了，传出说印尼也可能会加入。而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包括金砖国家到底能不能够撼动美元的霸权？这个我们讲得非常久，尤其是疫情开始的时候 ，ING 这个来自荷兰的这个金融机构，他说啊，只能跟其他货币竞争啦。因为现在美国还是受到青睐，那金砖国家在这个领域还很远，远远落后，只能跟欧元、澳元跟日元竞争。而最近呢，中国经济也频频被西方来看衰哦，包括《华尔街日报》最新的一个报道说，中国40年的繁荣已经结束了，习近平无计可施了哦。包括你看到了德国还有南韩，好像都有一些限制中国投资的方法跟草案，或者是关切的草案呐。所以大家开始封杀中国大陆了吗？拜登总统也扩大对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些经济上面的制裁跟封杀，包括从人才到资金都在锁喉中国大陆的新科技，要抑制它新科技起来。而另外呢，美国的经济又如何？美国的经济专家也看坏哦。他说，美国经济衰退无可避免啊，包括华尔街传奇投资人格兰瑟姆他就说啊，对于 FED 领导美国经济现实软着陆一事，他没有信心啊，他觉得会硬着陆吗？还是更糟糕？而另外，英国的媒体也说啊，美国经济要对华去风险，可是你看似讲得很大声，没有效果哦，而且有可能还是反常的效果，这是经济学人的说法。他说，这也让美国的盟友跟中国越走越近。另外，中国它限制它的镓出口量现在下个月要上路了出口量倍增，因为大家赶快去买嘛。而另外呢，中国它抓 CIA 的间谍，中国跟美国的中情局谍对谍，看到的案子是包括中国国家安全部宣布的。有一个姓郝的39岁的人，原来是中国的青年干部，后来在日本被这个敌国给吸收所以像这样谍对谍的事件呢，也越来越多了。我们来问问看亮哥你怎么看？从经济面，从习近平这应该是今年的第2次出访，要去南非耶，怎么看金砖国家峰会？我接下来连续都是大事啦，8月金砖嘛，那9月G20嘛。那10月是中国的一带一路峰会，那11月就是 APEC，所以都是大事啦。那这个礼拜，美国的商务部长可能会访问北京就那个 Raimondo 这个金砖是这样目前我看到的要参加的国家有22个那亚洲地区有孟加拉、印尼、泰国跟越南那美洲有5个国家大概除了墨西哥之外主要的国家都在里面然后非洲有6个，然后中东有6个，中东那这个是这样了，主要你刚刚用那个数字，那是2021年的数据，对，你去想一想，如果这些国家都加进，那它就远远超过 G7 了嘛，是所以未来它很有可能会在 G20 之前开金砖会议然后作为一个会前会。那就是说，它的代表性就更多了。那以后金砖可能就叫做金砖 Plus。因为越来越多人你不好叫做金砖对，就是说原始创始国是5个嘛，以后就叫做 Plus 加号。那不知道要加几个这样那主要是人家在关注几个问题啦。第一个就是说，未来他提出来的全球经济发展的议程，肯定跟美国不一样所以为什么人家会理解为好像要对着干那第二个就是。SWIFT 之外，他们可能会搞一个另外的非 SWIFT 的支付机制
因为很多国家都自己有了，比如说中国啊、俄罗斯啊、印度啊、伊朗啊都有。那大家要把它整合成一个啊。那 SWIFT 现在参加的国际银行大概有11000家嘛。那如果他们也来搞一个啊，那大概可以凑到4000左右了。那以后我有一些贸易支付，我就不要透过 SWIFT， 那你美国就掌握不到了。哦，你知道吧？是。所以全球贸易的走向，以后那个黑洞会越来越大。就是美国看不到的啊。那第三个就是他们也在研究非美元支付要怎么弄嘛。就是本币交易嘛。最近阿根廷还了 IMF 的27亿美元的债，他就17亿美元是用人民币去付的啊。那未来就是这个本币大家来支付，会不会先用能源来当做 case 啊？因为这里面有很多能源大国哦，比如说沙特阿拉伯也进来了，阿联酋也进来，那俄罗斯也在里面，委内瑞拉也要参加，是哦，那这个影响就大了。这个所以美国就会开始盯着它看，这个就会影响我的美元作为贸易货币比重的下降。那当然也会联动到它作为储备货币的下降啊。所以这个到底会怎么发展，我们真的还不知道。可是是里程碑了，因为这本来5个国家就有一定的影响力了，现在要加上22个，那而且他们进来，很多人都是带着鲜明的目标来的啦。比如说巴西那个鲁拉，他就说我们要提出一个非美国的看法，那包括货币，包括金融啊，那对，光是这个 SWIFT 的手续费肯定会被下降了，因为它的手续费比较贵啊。然后还有未来他要成立新开发银行，那未来提供第三世界的贷款的利息，可能也会比世界银行要低啊。所以这个到底会衍生出哪些现象，现在还看不清楚。可是确定就是美国之外的一个新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崛起了，而且已经隐隐然成型。对，因为5+12 22就27国了，对不对？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来请教黄奎博老师怎么看啊？包括中国大陆的经济以及全世界的经济的联动。我觉得中国大陆的经济，大家应该都已经可以确认，就是说，他打喷嚏的话，很多国家不止打喷嚏，而且感冒。而且我们在台湾啊，我们有时候也不要把自己想的说，好像反正两岸现在是紧张的状态嘛，对方垮了最好，对方垮了，我们的台商怎么办？我们现在11黑，对，连11黑，对，我们也会很还有我们在那边的住的这些台侨啊，不台侨，台胞啊这些，那怎么办？所以其实中国大陆如果突然一下经济崩溃，对我们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而且台湾的经济绝对脱不了关系。那当然了，这个西方也认知到了，其实美国从过去一直讲的什么脱钩，最后被欧盟拉一拉，说，我们来讲去风险好不好？美国最后也同意了，而且同意的我觉得还蛮快的啊。可是这个去风险，最近经济学人才讲了嘛，这个其实去风险，对啦，你看到美国跟中国大陆的经济的互动确实有放缓的迹象，可是呢，因为美国还是有需要这么多东西，美国就从譬如说印度、越南或者是墨西哥进了一些取代原来中国大陆产品的。那印度因为自主性比较高，自己研发比较多，但是墨西哥跟越南常常就是先把中国大陆东西买来修改之后贴上 Made in Vietnam，越南制造或者是墨西哥制造，然后就出去了。所以经济学人就讲嘛，他说这个依赖程度，美国或许对中国大陆的程度低一点，但是美国的这些周边国家或主要的这些贸易国家对中国大陆依赖是增加的。那当然我们就问了，那为什么美国难道不知道吗？美国知道的，那美国为什么不处理？因为美国如果再把这一个也封住的话，那墨西哥、越南这些东西就进不到美国啦，进不到美国，最后大家都倒霉。所以这种有时候我们把它叫成这个复杂的相互依赖，这个东西是这个千丝万缕，剪不断理还乱。那当然现在这个中国大陆的经济放缓，说实在啦，在疫情之后，特别是中国大陆，刚刚我们提到了一些包括房地产等等的问题，疫情之后放缓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注意，就是说，当它的放缓遇到了欧美对它的所谓的去风险化，
或者像美国的升息的时候呢，那中国大陆整体的经济环境一定会受到更严峻的挑战。那这个时候，或许我们就必须要拿政治的这个层面来思考，到底中国大陆会怎么办？它是先让这个恒大或者碧桂园先清一波，那再来中国大陆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会不会更大力的介入？因为中国大陆这些不能倒，虽然说房地产只是一部分，但房地产如果垮的话，中国大陆经济今年大概会非常非常的难看，也不是我们周边这些经济体所乐见的。是，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来请教彬哥。我想中美之间这个间谍战是一直从来没有停止过。虽然之前有人讲说他们一整批全部被破获，现在重新开始在布件，可是现在又被抓到。那这个被抓到这个呢，他是说是去日本办理签证的时候，然后就被美国 CIA 那边吸收。吸收的条件其实也很单纯，就是保证让他全家移民美国，就是很单纯的一件事。那这个人就愿意，而且这个人是得到这样的训令之后。据他们公布的消息是说，他就想尽办法就混到这个国家的部委里头去接触到一些机密工作。那现在就是当然被老共他们抓出来了。那我个人认为是他现在这个时候会把他抓出来，表示这个人大概他们已经探知他已经没有再多的利用价值了，也就是不能够再利用这个人继续做反情报的工作，那就直接把他揭发。一方面就是让他去面对他自己所犯的罪责，另外一方面也是告诉美国说，我们已经知道你这个东西。那其实双方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啊。我相信中美之间在对方那边都布建了很多这样的人。那美国虽然常讲说啊，中国大陆在他们那边弄了一大堆间谍，可是据我所知，其实美国在中国大陆的间谍才多啊。对，真的是，而且是各行各业遍布。你说中国大陆虽然也想要在美国去弄一些间谍，但是说真的，你从中国这个方向出发要去对美国的诱因没有这么多。你要去吸引他们，尤其是他们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要来帮你服务的话，这个几率就比较低了。所以我觉得，即使是在间谍战上面来讲的话，美国都不见得是站在弱势，搞不好他是站在比较强势。美国的间谍手法其实还是很厉害。可是话说回来，我觉得你如果仔细看的话，中国大陆它过去其实也常抓到这些东西，但它不会很高调的宣布这件事。那为什么这次特别高调？我个人认为，他其实是在告诉美国某一些讯息，这个讯息可能只有 CIA 跟他们自己懂。也就是说，我抓到你这个人了，所以你们的哪一个部分的东西已经被我破解了，那就看 CIA 接下来怎么出招。那情报界常常彼此之间其实高来高去，那甚至有的时候，甚至这个人搞不好根本不是间谍，他也故意把他抓起来给你看。哦，就是故意的，就是做一种姿态，然后让他现在抓了这个人，其实目的其实在告诉你说，其实我已经在注意某一部分的东西，那种虚虚实实，然后让你自己会不会露出一些破绽啊这些东西，所以这种东西是非常复杂的。那话说回来，就是至少再怎么样，人家这些间谍啊什么都是很隐秘的，不像当初澳洲的那个什么王立强。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政大外交系副教授黄奎博。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呢，现在民进党认证蔡圭、赖随不受访吗？因为我们看到呢，赖副总统其实很少接受访问，而对岸又再度禁止我们的芒果进口，理由是有借可宠。我们先来看看呢，明年2024总统大选，我们要投下总统、副总统这一票，还有一票是要投给区域的立法委员的。观众朋友，蓝军是不是呢，在整合上面可能有一些问题跟矛盾呢？我们先来看看台北市第1选区士林北投这一区，原本国民党派的是张思刚，对上的是吴思瑶，结果今天杀出了程咬金、侯汉廷应该算是泛蓝系统的新党的台北市市议
议员侯汉廷宣布他要投入这一区的立委参选。那当然这是他的权利哦，也不应该说这个有什么样不正当、不恰当，是很正当的。只是说这个正当性之余，是不是有一些蓝营或是泛蓝的策略联盟呢？我们先来分析这一个区域，士林北投区在台北市的北区，过去可以说是比较蓝有人是这样解读啦，因为包括你看到丁守中在这里担任过7届立委，共23年。不过必须讲第6届的立法委员其实选制有改变变成一个选区单一选票制那个时间点我们看到有一些变化，板块的移动了。吴思瑶现任的立法委员在这一区他连续当选了2届立法委员是新潮流的代表人物。如果蓝军没有办法整合，国民党恐怕这一席要拿回来的这个机会也小了。这是国民党现在困境的缩影吗？包括台北市另外一区，观众朋友你来参考看看，第5区中正万华区，到现在国民党还没有办法推出人呢。初选感觉卡关，然后呢，要征召一些有韩国瑜色彩的2位女性看起来为国。郭昭妍，台北市议员，国民党籍的，他就说真的是很糟，我们国民党在这里要挂了，没有人那这个有人说他是技术性错框啦反映基层的心声那这个是想要党包括国民党到底在想什么呢？他们想要征召的人，他不想让他出来，有意愿要披挂上阵的人，他们又觉得不 qualify 想要利用韩国瑜的招牌要压制想选的人，可是没有成功。那政治当然有很多的谋略，有很多的整合，有很多的较劲可是如果你的技术比人家差，你想要执政，你想要拿下比较大的板块就很困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有2项民调出炉，包括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以及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先看看今天刚刚宣布的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赖清德的民调已经高到 43.4% 了突破所谓的隐形天花板。我们看到过去有同一项台湾基金会的民调5月、6月、7月、8月，我们呈现在这里给你看。赖清德是绿色这条线，从5月的 35.8、36.5、36.4，那个时候大家都说他的民调就在这个地方徘徊上不去，结果一下子崩，8月份加了7%呀，变成43%。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柯文哲大概都是在27、29、27、26在这边徘徊这个起伏不大。而侯友宜起伏也很大，可是很不幸的是往下掉他从5月的25到6月的20， 7月维持20， 8月最新的这一报是 13.6。 那当然很多人觉得有一点点跌破眼镜那必须讲美丽岛电子报，因为它现在公布的叫做追踪民调，它每3天公布一次嘛。我们看到过去这几天或是过去这几个月它的民调趋势也是这样，赖清德往上涨差不多跟民意基金会一样。那柯文哲比较不一样，他最近是剧烈往下。现在柯文哲跟侯友宜在美丽岛基金会做出来的民调是几乎一模模一样，都是20%左右。那赖清德一枝独秀。不过现在民进党就顺风顺水了吗？包括你看过去传统的网红，或是过去跟民进党结合很深的一些这个代表性人物，现在对民进党来说不假辞色。馆长陈之汉昨天说出了一番话，我们来听听看。很想把他们叫过来，我给他们下跪都没关系，我求求你们，你们这3个人，我求求你们，我真的想求他们的，我真的想求了，拜托你不要闹了，你们可不可以先一个人，我们先下来，我们把这些光电、绿能，我们把这些高端疫苗，我们把这些台南的标案，我们把这几年、这8年在做的事情，我们一次查完，然后抓他们去关，可不可以？这是2天前馆长在直播里头一番陈述某种程度也代表了一些想要把弊案的真相调查得清楚的人的心声。观众朋友，赖清德的策略是什么？为什么民调一直高？他到底做对了什么？策略可能就是没有策略，
都不讲话，少说少错，不说不错哦。所以有人就说你是蔡英文2.0吗？不接受访问哦。另外呢，他的发言人陈世凯有出来为他说相，有出来为他澄清。他说有啊，赖清德有接受访问啊，6月12号、25号以及7月9号、29号都有啊，也有联访啊，出国的时候，这个出访的时候。可是其实绿营内部幕僚的确，他们私下也承认啊，受访的频率低是事实，大部分都是为了时事止血。包括 Me Too 的风波，包括杀警犯移送外役间的风波，包括他的爱将蒋捷安卷论文涉抄袭案的争议，有必要才出来，不随便出手的哦。那少说少错，现在看起来是赖清德的策略。而另外我们看到过去呢，赖清德可能也会投鼠忌器，可能也因为失言呢让他失血，所以他也尽量少说话。包括5月16号他在政大演讲，讲房价在降。那个时候舆论炸锅，年轻人很生气。7月10号他受访他自己讲了说，走入白宫说也让中美有所疑虑啊。所以呢，他现在呢讲话非常非常的小心，包括您看到的他这个讲啊撇台独金孙啊讲说我们不需要宣布台湾独立呀这一些的论述看起来也都是他选择的一些这个传递的讯息。而另外呢，中共军演之后，下一个选举的战场是 ECFA 吗？最近对岸已经释出这样的消息，包括 ECFA 有可能要评估那怎么做？现在不知道会不会停呢？大家打一个问号。而今天最新消息是国台办宣布了对岸，他说从今天开始禁止输入我们台湾的芒果，因为检查出大洋臀纹粉介就有介壳虫，有虫害。而另外呢，台湾芒果现在被封杀了，农业部就说卖到日韩的价格是中国的4倍、3倍言下之意是没关系，你封杀我可以卖到更好的价钱、更好的地方。而另外呢，比较重大的是，如果万一 ECFA 真的这个停了我们会受到什么样的冲击呢？因为 ECFA 上路到现在13年了，我们台湾获得关税减免已经高达100亿元了。换句话说，我们受到的利益比较大那这个累计到4月我们出口到中国的关税获得减免金额有超过96亿那我方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减免金额是9倍以上，我们占比较多便宜啦。用大白话讲他们比较吃亏，我们占便宜啦。如果中国大陆不继续让利了，我国的区域跟两岸经济整合会不会落空啊？你的96亿是美元对，这都是美元 US dollar 我们在这边做一个补充。另外，台湾跟中国大陆的贸易依存非常非常的高，将近40%，这个东西要怎么一下子降低呢？恐怕也很困难。来，我们先问问看彬哥，彬哥您看一下这个包括台北市士林北投这一区的布局一直到这个民调，来帮我们解析一下。我觉得侯汉廷他还是决定要参选。那之前我有问过他了，他是说地方上有一些人一直在跟他讲，就是鼓励他参选，他觉得他是有机会。那可是我也老实讲，我的判断就是，如果侯汉廷参选，那张世刚跟他2个没有办法整合的话，那就是恭喜吴思瑶当选，基本上就是这样子了。因为本来光是吴思瑶一个人，那个张世刚去对他都不见得会赢。那你现在再加上侯汉廷，我觉得大概基本上要胜出的机会是非常低，所以我也不知道汉廷的把握在什么地方，这个是我难以理解的。那当然他是在第一员嘛，他有他的评估，我只是觉得至少以我一个外人来看，我目前看不出来，就是在这一战，不管是张世刚也好，或者侯汉廷也好，你要单独直接赢吴思瑶的底气在什么地方，我是看不出来。那至于说中正万华区，现在看起来就是难产了。那难产的话，我是觉得现在黄吕锦如也很好玩，他就直接丢给说党中央去处理，也不干他的事。那是怎样？那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要提名这边的人？那党中央都没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吗？所以我就觉得，当然啦，我们都知道国民党在这一区分裂已久，就是里头的3个市议员互不相让。那你好歹也是要提出一个人出来啊！如果真的没有人选提出来，你们是不是要考虑礼让于美人？我觉得民众党就是这样对啊，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啊。如果你真的没有人，那也不用硬推一个人出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党中央自己要赶快去做决定的事情，这谁也帮不了他们。那其实中正万华这一区，国民党要拿回来本来就不容易的，所以说现在变成这个情况也不是很意外。
那导致今天让我非常意外的是台湾民意基金会这个民调，因为这个民调跟所有其他的民调的差距真的是蛮大的，而且它呈现一个最奇怪的现象，就是侯友宜掉了6%多，然后这些人全部跑到赖清德那边去了，所以在告诉我们以前支持侯友宜的都是深绿侯粉，对是这样的意思吗？就是这些人都是反串的，现在突然之间不演了，回去了吗？所以我觉得这个民调，当然每个民调有它不同的做法，我也不知道它整个细节到底是什么，我只知道它里头是手机30%，然后市话70%，所以当一个民调会出现跟其他民调差距如此之大的时候，尤其是我真的想不太出来，在这一段时间里头，侯友宜做了什么让大家深恶痛绝的事情，让他一下掉那么多？因为他本来民调也没有多高，然后一下就掉了这么多，那肯定是做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可是也看起来没有，所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能够做出来这个民调。那至于说美丽岛的民调，我觉得啦，美丽岛他现在做这种民调，就很多人猜测说，他是不是一定要去营造一个柯文哲跟侯友宜两个势均力敌，那就完全符合民进党最需要的，也就是没有办法发生弃保效应，两个人一路缠斗到最后，那是不是这样我就不知道。那馆长这个东西，馆长讲的话其实是很多人都在讲的话，就是你们3个人到底要闹多久，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整合？那可是我说真的，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目前至少到现在为止，王金平院长也讲了，整合的时机还没有出现。因为侯友宜认为他自己的民调正在上升中，他当然想要继续再拼。那柯文哲认为现在做所有民调，他做他第3名的都是假的。他认为他们自己内参民调他是第2名，稳稳的，所以也不，而且还据说民众党内部民调是他跟赖清德很接近，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他怎么可能退下来？那还有一个郭台铭，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底气这么强，他一直认为说第2名跟第3名要来跟他谈，因为他是第4名，我不知道这个逻辑是什么，我想不通啊。那但是就是因为在野这种情况，那当然就让赖清德现在很稳啊，他也不需要出来接受访问啊。他只要不要犯错就好了，他不需要做对的事情，因为他只要掌握住原来的基本盘，他就稳啊。他甚至连40%都不需要，他可能36%、37%，他就已经很稳了。所以他不需要做太多的事情，做多反而容易变错。那至于说大陆现在进我们芒果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农业部今天讲啊，说这个量很少，我们今年销中国大陆量才908吨，那我们现在都主力是销日韩，那如果是这样就很好啊。那以后不要等人家进我们自己先进好不好？我们直接禁止销去中国大陆不就好了？干嘛等人家断呢？如果对我们都没有什么损失的话，不要再让中国大陆依赖我们，赶快我们先断。台湾要有 guts 一点。是，来亮哥，赖清德事实上是整个蔡政府在选啊，因为他本来就是执政党嘛，对，所以有一些议题就部长就帮他回应了啊，所以他选择议题来回应，本来就是他的特权啊。他是执政党嘛，反倒是侯友宜跟柯文哲必须让自己的声量出现啊。比如说我举例啊，你碰到 ECFA， 现在知道这个风险在上升，那侯友宜跟柯文哲赶出来说，只要我当选，保证 ECFA 持续，不会有变数。你敢这样出来讲吗？因为选举到最后一定要有一些旗帜鲜明的区别嘛。我到现在坦白讲，我听到的不多了。比如说你去讲9·2共识啊，之后呢，你有去对比赖清德跟你的差别吗？比如说你有讲为什么我要讲中华民国宪法的9·2共识，这样是能够带来什么差别啦？可以带来什么好康啦？你讲一下嘛，这样人家才知道为什么要支持你嘛。我觉得侯友宜的给人家感觉那个挑战民进党的旗帜鲜明的选择讲得不够彻底，所以你怎么可能让选民去分别？比如说我举例啦，赖清德如果就一个普通选民啊，因为普通选民不像我们每天都在看啊，对，赖清德这次去访美接受彭博专访，还是得分啊，尤其那个彭博那个专访，媒体的运作，我认为是有高人指点啊。虽然我去分析他讲的内容，事实上还是有很多地方有问题啊。可是，一般人不是这样理解的。就是你那个总统的样子出来了没有？总统的格局出来了没有啊？所以这一波加分，这个当然是有嘛。那另外一个就是他的看好度现在已经到了57嘛。那我继续看到你菲律阵营乱成那样，
那大西瓜效应就会出现嘛。就有一些人本来没有那么蓝那么绿，那他现在开始表态了啦。他就觉得说你们乱成这样，那岂不是冲下哦？而且我事实上最近的民调比较严重的是一个现象，就是第2名加第3名都不一定会赢啊。3个人加起来也不见得会赢，不一定会赢第1啊。对，这个情况就变成就是说，本来大家都看到了民调是2加3是稳赢的啊，都赢超过10%结果现在为什么会逐渐掉下来啊？实际上赖清德也没有增加很多啊，他从35.4，现在美丽岛的部分他增加到39.4嘛，他还没有回到他的今年的最高点。美丽岛最高点是今年3月，它是41.4。那你如果再去看蔡英文2019年的民调，蔡英文是常年超过45%所以赖清德并没有很强啊。那问题是为什么柯跟侯都上不去呢？然后郭台铭明明就是第4名，为什么始终有12%的人扒着他不退呢？表示支持郭的人就是不喜欢侯跟柯嘛。那我觉得这2位就要检讨了嘛，为什么你不能够争取到郭的票？是，来请教黄老师。好，我想先谈一下这个赖清德所谓的这个依赖论，就大家已经讲了很多了，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说，赖清德一方面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他现在策略就是不要讲太多，讲得多容易错得多。可是因为不讲太多，所以他那个依赖论就贴在他的这个额头上，确实贴得还蛮牢的。特别是我们还记得刚才讲的这个台独金孙等等的这些，这个不是我们给他的嘛，根本就是他自己当时，我觉得就算不是欣然接受，但是也认为说这当然是非他莫属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台独的标签之下，我觉得赖清德他如果还是这样子温温的，然后到那边只讲了一些这个很四平八稳，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所谓的两岸政策到底会怎么样。那么他这个台独的标签一定会继续贴上去。另外，我就谈一下这个芒果的问题好了，因为我是芒果爱好者。这个芒果说实在了，台湾的芒果大部分都在内部消化或者作为农产品再输出了啊，它直接输出到台湾以外地方大概不到3%吧，按照这个量。那当然，以这个输出的金额来讲，是日本跟韩国他们是排名1、2，但是以输出的量来讲，因为中国大陆买的这个单位的价钱会比较低，所以量来讲的话，是中国大陆还是排名第1啊。那不管怎么样啦，这最多3%的这个量，芒果对于台湾的这个农产品的冲击确实很有限。但是呢，这个冲击我觉得我们不能只看芒果，也就是中国大陆现在处理台湾的农产品或者它的相关的这个食品加工等等，很明显就是不给你多次犯错的权利。我们先假设中国大陆的官方它的查验，我们假设它是真的验出来了这些寄生虫，那台湾1次2次之后呢，它不会给你第3次机会。那现在是芒果，后面还会有其他的产品。那中国大陆它这样的做法，当然我不敢说它是针对 ECFA 而来啊，但是我会觉得说中国大陆它很明显就是针对民进党执政下的台湾的农产品。陈吉仲说被验出2次，对他验出2次，他说有2-3千批，但只验出2次。对。但是呢，就是中国大陆就不给你方便了嘛。那大家要不要有什么科学的对话？中国大陆说我这是科学验出啊，我当然是科学。所以我觉得现在只能说中国大陆现在就是刻意拿这个去压迫民进党政府，他在农业保护上面的无能。是。